这个漂亮的女孩叫尤利亚，她一生的梦想就是去巴黎。她反复地向身边人诉说着自己的巴黎梦，为此她还学习了法语。终有一天，她卖掉了自己的公寓去旅行，但她没有到达法国，而是突然失踪了。女孩的悲剧震惊了整座城市。当人性的贪婪超越血缘关系时，金钱可以撕裂任何一个亲人。今天为你带来尤利亚的故事。在俄罗斯的中部有一座城市叫克拉斯诺达尔斯克，与其他的城市不一样的是，虽然它坐落在西伯利亚平原上，却拥有着150万人口，是俄罗斯中部最繁荣的商业中心。尤利亚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。她是一个孤儿，在母亲发现自己怀孕时，她的父亲就抛弃了她的母亲。这位母亲对背叛非常伤心，这导致她的健康出现了问题，逐渐丧失了行为能力，甚至无法自理。所以尤利亚出生以后只能由外婆来照顾。外婆有一把年纪，既要照顾自己的女儿，又要照顾自己的外孙女儿，生活没有一天是容易的。可有句话是怎么说的？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，但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10多年过去了，尤利亚长成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孩，就连她就读的中学校长提起她都赞不绝口，说她是一个非凡的、勤奋的，并且彬彬有礼的谦虚女孩。可以说在学校里人人都喜欢她。2016年，尤利亚·切拉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大学，就读于心理学专业。她的人生开始看到了希望。在大学里，她很快被其他的同学注意到，结识了很多新朋友。尤其有一位叫奥尔加的女孩，与她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姐妹。但是尤利亚却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只字不提。每当奥尔加问起她的父母，尤利亚总是努力的回避，而且绝不提起任何一句关于她父亲的话。可是当说到未来的理想时，尤利亚马上就变成了复读机。她会不断地向奥尔加重复说，我会去法国，到巴黎去生活，这是她一生的梦想。因此在大学里，她还选修了法语。尤利亚的外婆年纪越来越大，渐渐地感觉自己的生命即将来到尽头。尤利亚虽然是她的外孙女，但是在感情上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，所以她决定在自己的财产里将一套公寓送给尤利亚。于是尤利亚18岁生日的时候，她收到了外婆的礼物，一套公寓。外婆说，你有自己的公寓了，虽然很小，但一个人住着是很开心的事情。尤利亚为这套公寓找了一个租客，她终于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。不过尤利亚的幸福来得太快了，不仅仅是一套房子，还有另一份大礼在等着她。有一天，她来到学校，高兴地找到奥尔加，她说，我已经找到我的爸爸了。是的，就是那个也住在这座城市里，却从来没有露过面，1分钱也没有给过他的那个爸爸。说起来，这个爸爸是怎么找到的呢？尤利亚的亲生父亲叫安德烈·季莫申科，他是监狱的常客，在2000年和2004年分别因为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被判刑。2006年，他被监狱提前释放了。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决定去拜访尤利亚的母亲，理由是想要聊聊。不过他们已经18年没有再见面了。尤利亚的外婆也见到了季莫申科，她劝说季莫申科去见自己的女儿，不过被这位父亲拒绝了。虽然季莫申科表面上说不去见尤利亚，但他还是了解了尤利亚的近况。在离开外婆家以后，他很快就去找了尤利亚。尤利亚其实梦想着和其他的孩子一样，既有妈妈又有爸爸，给他一种家的感觉。但实际上他只有一个外婆。当他的父亲出现时，他无法将自己的注意力再从父亲的身边移开。虽然眼前的这个男人很陌生，但他相信他，无条件的。安德烈·季莫申科也看懂了，这个女孩容易上当受骗，并且不会违抗他的父亲。很快季莫申科就知道了女儿的梦想，去法国巴黎。然而机票和酒店的费用很贵，父女俩都没有钱。不过季莫申科依然鼓励尤利亚，他说，如果你有梦想，就一定要去实现它。你不能仅仅是想着去巴黎旅行，你可以留在那里学习和生活。至于钱的问题，很容易解决。尤利亚可以卖掉自己的公寓，用很少的一部分去支付旅行费用，剩下的钱甚至可以用作首付，再买一套更大的公寓。尤利亚在父亲的支持下心动了，他同意卖掉公寓。季莫申科叮嘱尤利亚说，你要保密，不要告诉你的外婆。于是尤利亚终止了租赁协议，在父亲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买家，
得到了100万卢布的房款。在2007年的时候，100万卢布按当时的汇率大概是4万美金，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有了这笔钱，可以在当地舒适的生活几年。交易完成之后，季莫申科和尤利娅都很高兴。季莫申科抱住了尤利娅，他说：让我们理智一些，给你自己留下一点，剩下的给我。比如我是一个成年男人，没有人会抢劫我，我自己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，所以钱放在我这里才更安全。沉浸在父爱和法国梦之中的尤利娅同意了，给了父亲80万卢布，自己留下了20万。2007年2月份，尤利娅等待着法国之旅。她研究了旅游攻略，规划了路线，向朋友分享了自己的计划。可是，一夜之间，她就消失不见了。2月26日，尤利娅的外婆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来自尤利娅的租客。他与尤利娅解除了租赁合同，但是答应的退款却迟迟没有到账。因为尤利娅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，所以他只能找到了尤利娅的外婆。尤利娅的外婆什么都不知道，她去了尤利娅的公寓，发现门锁已经被换掉了，房子早在1个月前就被出售了，现在尤利娅的去向也没人知道。外婆只好向警方报警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尤利娅并没有去法国，她甚至没有离开俄罗斯，但是她就像沉入了水底，没有人知道她在哪。经过1个月的搜索，警方突然检测到了尤利娅的手机发送的信号，信号源就在本城。于是警方跟踪信号，找到了尤利娅的手机，正被一个小女孩拿着。这部手机是女孩的叔叔送给她的，这位叔叔叫尤里·杰伦基耶夫。他很快就被警方拘留，并说出了尤利娅的下落。其实早在尤利娅的父亲见她之前，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。他从尤利娅外婆那里知道了女儿继承了一套房产，所以他去接近了自己的女儿。没想到的是，女儿对他毫无戒心，千依百顺。他怂恿女儿卖掉了公寓，想独吞这笔钱。但是如果女儿失踪了，他的嫌疑太明显了，他需要一个干脏活的人。尤里·杰伦季耶夫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，他行为不端，又急需要钱。于是季莫申科制定了一个简单又残忍的计划，以户外旅行为借口，将女儿带到城外，杀死她。尤里表示怀疑，如果他不去怎么办？季莫申科非常确定地回答他，如果是我说的，他就会去。事成之后，他会付给尤里16万卢布。2007年2月21日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冬季快结束了，但白天的气温依然徘徊在0°C以下。尤利娅的心情十分不错，她即将要到自己梦想的城市去旅行。而今天，她的父亲又安排了另一次旅行。他的朋友尤里会开车带他去城外，在40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片森林，那是他父亲选好的地方。尤利娅丝毫没有感到任何怀疑。在这片森林里，尤里停下了车。他说自己的轮胎出了问题，需要尤利娅帮忙。在尤利娅毫无防备的时候，尤里用螺丝刀刺进了他的心脏。很快，他又连续刺了几下。尤利娅仅仅只有18岁，她被留在了森林里，身上盖着雪。尤里拿走了他的手机和身上的财物。2007年3月26日，尤利娅的遗体被找到。尤里·杰伦季耶夫也在法庭上揭露了整个谋杀案的策划细节。他讲述了季莫申科是如何说服他杀了自己的女儿，和承诺将支付一大笔钱。结果他只收到了 12.6 万卢布，因为那80万卢布早就被季莫申科挥霍掉了。尤里·杰伦季耶夫因为谋杀罪成立，被判处了16年刑期。他在法庭上的证词非常重要，因为除此之外，整个案件中，尤利娅的父亲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几乎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指向他。不过在法庭上，季莫申科的表现却十分奇怪，他的表情呆滞，沉默不语。经过精神科医生的检查，认为他患有精神类疾病，随后被送入医院治疗。但是季莫申科的表现与以往不同，他从未有过任何精神类疾病。于是在2011年到2012年，他又被重新诊断。这一次的检查给出了不一样的结论。医生发现，在策划谋杀时，季莫申科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可以指挥别人。于是在2012年，法庭宣判安德烈·季莫申科判处17年监禁。这是俄罗斯的法律里组织犯罪者的最高刑期。因为他为了利益谋杀了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没有任何从轻处罚的理由。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
安德烈在法庭上始终拒绝承认尤利娅·齐拉克是自己的女儿。外婆教导尤利娅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却没有教会她如何保护自己。在尤利娅去世不久，外婆也去了天堂。感谢你听我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